当地时间7月14号，王毅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林芳正解释了日方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的想法，期望中方理解。王毅强调，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关海洋环境。表示，中国7月初推出的措施延长了日本水产品在中国海关的手续办理过程。中国已开始对从日本进口的海鲜进行全面辐射检测。日本共同社7月20号报道称，在中方宣布要实施全面辐射检测短短几天后，日本预计已经有5家公司至少损失了1亿日元。据称，这5家公司的冷藏海产品清关需要2周左右，冷冻海产品则需要1个月左右。7月7号，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人表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引起中国消费者对自日本进口食品安全的担忧。中国海关将视事态发展，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规定发言时间结束。2011年3月11号，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1核电站，造成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为了防止堆芯融化，当时东京电力不断地向反应堆注入海水进行冷却。此外，还不断有雨水和地下水自动流入，这些被核污染的水已经达到100万吨，每年管理起来超1000万日元。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放入海，遭到全球各方的反对。
经过2年多的拉扯，日本政府会否强行行动呢？一起来洞察关键。7月24号，英国《卫报》刊发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今年5月在福岛核电站港湾捕获的石斑鱼体内放射性物质铯含量比日本安全限值超标180倍，达到每公斤1.8万贝克勒尔，而日本的安全限值为每公斤100贝克勒尔。除了这条石斑鱼，东电公司证实，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福岛核电站港湾共发现了44条铯含量超标的鱼，其中90%在港湾内或附近捕获。即使有风险，但日本政府仍旧一意孤行。据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在日本当地时间6月12号上午8时40分试运行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设施，为期2周的试运行将测试能否将固定量的水排入海中，并确认能否在紧急情况下暂停排海作业。试运行意味着核污染水排放已经进入倒计时。日本政府及东电公司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排污入海工程一旦开启，将持续30年左右。此前，日本一直对外宣称核污水无害，甚至可以饮用。实际上，自2年前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核污水排放入海之后，日本国内民众经常针对此事进行抗议示威，反对声振聋发聩。今年6月7号，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区的渔业组织在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会面时，声明了坚决反对核污水排海计划。该组织明确指出，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不符合当地渔民的想法，因为一旦有害，首先受到重创的是日本渔业。科学界也普遍感到担忧，排放的核污水多达130多万吨，即便日本经过去污处理，仍然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它们会集中到鱼虾贝类等水产体内。ただ今の段階で海洋放出しますと、やっぱりまだ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すし、それから心配をされている人たちもたくさんいます。過酷な事故のあった燃料に由来する放射性物質だということで。杰伊·卡伦是加拿大海洋科学专家，从2014年开始，他以海水和海洋鱼类为样本，对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海洋污染进行跟踪研究。That's worst case scenario from my perspective, that we see that there are impacts that could have potentially been avoided with a different approach or different planning. 为平息国内反对之声，日本政府先后2次设立总额达800亿日元的基金，对受影响地区民众提供补偿。除800亿日元补偿费，日本政府还安排东京电力公司对排海引发的损失个案进行赔偿。为最大限度换取支持，东电公司还表示，公司的方针是无论地区、行业及时间如何，只要产生了损失，所有人都会得到赔偿。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7月29号再次访问了宫城县渔业协会进行说明。那么，宫城县渔业协会的会长四泽春彦再度明确表示了反对排海的态度。那么至今呢，作为福岛、宫城和岩手3个县消费者协会向东京电力和经济产业省提交反对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5万人。那么日本全国民放电视台的最新舆论调查则显示，反对核废水排海的占40%，赞成的有45%。尽管面对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与担忧，岸田政府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开闸放水排海。共同
的冲击。那您怎么来评价，灾后重建这一段日本所做的工作？是他这个作为不是很大，至少福岛的灾民是非常不满意的。就是外围地区呢，似乎是这个就是在清除了污染的土壤啊，这有一些一定的区域内呢是进行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它是允许他们回去了，而且那些地方距离这个核心爆炸区域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呢，它确实这个农业生产也在做，这个鱼也是照样捕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日本政府提出来的，我们最担心的是风评的这个损失。风评就是传说中的这种危害，它就是把现实存在的东西都归咎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危害。这个在日本也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你是抹杀不了的。你现在福岛东西就是卖不出去，你说你怪谁呀？日本国民都不买嘛。在这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呢，福岛那个稻米啊，在超市里卖的特别便宜，一般也卖不出去。然后安倍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所有的公共食堂、公务员的食堂都要吃福岛的稻米，那也不管有没有核辐射的问题了。所以呢，他采取一个政府的强制安排。所以福岛的这个一些产品，即便是免费，是吧，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也没人去买，因为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你天天要吃饭嘛，是吧？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不动，包括水果。包括那个地方来的一些水果，所以就说这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你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日本的国民当中，日本政府也是失信的，老百姓并不真正信任政府的那些数据。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和6号机组前方，一条约1公里长的海底隧道从海岸边的储水槽延伸至太平洋，隧道出口距离海面约12米。所谓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就是通过这条隧道排入大海。事实上，这10多年来，日本采用边结边治的方式处理核污水问题。一方面，在核电站机组厂房周边设置地下集水井，用节流的方式减少地下水流入受污；同时，使用日立研发的多核素去除装置，简称 ALPS。清除核污水当中的放射性物质，而这些处理水也被存入了这些年不断修建的大型储水罐当中。事实上，多核素去除装置并非一劳永逸，它无法将核废水处理至豁免的水平。那么，除了将污水排入大海，真的没有其他方案了吗？一起来洞察关键。实际上，在2020年3月，为了应对核污水问题，日本也提出了5种处理核污水的方案。分别是将核污水经过2次处理排入海洋，将核污水变成水蒸气排入大气，将核污水排入地底深处，将核污水电解处理，以及将核污水固态化后埋入地底。综合法规、技术及时间等因素之后，日本政府认为比较合理的是排入海洋和变成水蒸气排入大气2种方式。如今日本的核污水已经有123万吨，是当年美国处理的137倍。除了时间成本，观察指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如果使用水蒸气排放方案，那么有可能放射性物质就会进入到空气中，造成不可预测的反应，甚至有可能整个东京都会笼罩在核辐射之下。不管哪种方法的话，肯定都有这个优缺点。那么我们这个从一个常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关键是你这个核废水里面含的污染到底是多严重。这个可能是重新回到了大海，但排海的决定让他们再次陷入困境。プラスチックダメだ、何ダメだ、なトリチウムだけ海に流していいの？矛盾してんだよ言ってることが。俺は息子も3人もしたし、なこういうの結果出るのは30年とか50年です。ここの福島県の助能者になる人いない若い人。先が見通しつかないから。今たださってる政治家、東電みんな30年40年いないでしょ。我々の仕事ってここの海なんだから。ここから離れることできないんだから。那么根据我的了解，从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以后，福岛县沿岸的渔业产量就从25914吨跌到了2022年的5525吨。也就是说，仅仅是恢复到311之前的2成左右。那么不少渔民
因此在这种艰难的困局当中难以维续而破产。那么在好不容易经历了10多年慢慢的恢复当中，那么日本政府和东电这次如果一旦开启核废水直接排入大海的闸门，那么对福岛县等渔业打击将是雪上加霜。福岛核电站排放的核污水先向南流，然后向东进入太平洋。一代表团访问考察了福岛核电站，随后该团透露，福岛核电站释放核能处理水之后，测出放射性物质铯超标2万倍，这再次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海域的渔民倍感恐慌，引起强烈抗议。同属亚洲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对所谓经过处理的核污水可能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深感担忧。港媒《南华早报》报道称，韩国一项1000人民调显示，超过85%的韩国人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计划。70%受访者表示，若继续排放核污水，他们会减少食用海鲜。7月12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立陶宛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针对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尹锡悦要求派韩国专家参与排海安全性的验证。如果发生放射性物质浓度超标等情况，日方应立即停止排放，并及时通知韩方。岸田文雄则回应称，日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排海安全，避免对日本和韩国民众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今年6月，时任斐济代总理卡米加就曾诘问，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如果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如此安全，那日本为何不将其再利用，比如用在日本本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中？这水会不会流到东海啊、渤海啊、黄海啊？会不会流到南海？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大洋，洋和洋之间是完全。当年福岛核泄漏1个月后，GE 公司的高层也紧急访日，支援核电站事故处理。美国核电设备商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公司也与东芝公司联合，制定了福岛核电事故短期处理方案。核废水处理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了，一定要解决了。那一旦排入到太平洋之后，会造成什么样影响？李老师，从沿海国，比如说中国来说，是距离日本是一衣带水，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珠三角等这些沿海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海水倒灌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气候变暖，那么海平面呢确实的上升这个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而且越来越快，会造成海水倒灌的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的。这将造成这种核污染通过内河河道向大陆来逐渐的这个扩散。那么这个影响呢就会播从这个海洋、内河到土壤，那么沿岸国会遭受未来30年左右的这种辐射的这种危害。为什么包括专家小组在内，包括日本政府在内，最后都觉得这个排入大海的这种方式是唯一可行的这种途径？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排入大海来说，可以在近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同时呢，能够最低限度的减少日本政府的支出。日本政府就是赔偿这个核电站造成的损失，需要2400亿日元，需要这么多钱，又没有钱，你还要处理核废水，这个钱从哪儿来出？那么就是日本国民来出喽，通过纳税喽。所以这样来说呢，如果把它倾倒到大海之内，日本可以就是说如释重负，是最省钱，但是对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渔业在内，包括日本国民健康在内，是伤害最大的一个举措。很多日本的民众，包括一些渔业协会，他也给支招说，你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在一些地方多辟出一些地方建一些储水罐，然后暂时把这个水先储起来？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考虑这样的方案？其他除了福岛以外，其他地方到其他都道府县，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问题。谁说你给我点钱，我就给你储存这个东西，它万一漏了呢怎么办是不是就没地儿存了？我觉得不是。日本有多少个离岛几千个就是岛屿，其中无人岛就是有1800个，很多的。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政策了，不仅是无人，而且没有主的这些岛屿收归国有，那么这个就不存在征地的问题了。就是说你本身就已经是国家财产了。无人岛上能放储存罐的不少啊。现在日本政府呢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把无人岛变成有人岛来固边
这个在它的海洋战略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无人岛上放上储存罐，再加上有人看守来维护的话，这不也是一个无人岛变有人岛的一个计划吗？对，你不是原来也有那笔费用吗？所以日本不是没有地方放储存罐，而是他不想做。所以这个从道义上啊，从正义上哈，这个是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极端的啊那个自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家が言うのには大丈夫ですけど、あくまでも毒だべって毒を何倍盗めだってもともとの本体は毒だべ。需要了解的事情很多，然后这个公众又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了解到底科学家知道什么。关键洞察力马上。12年前，福岛核事故的灾难影响至今，也将影响未来的全人类的利益。福岛核事故的造成既是天灾，更在于人祸。由于东京电力公司瞒报和篡改数据，福岛核电站留下大量的安全隐患。福岛核事故过去12年，核污染水入海之日似乎已经是近在咫尺。日本政府为何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而这其中，东京电力公司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核污水入海，谁才是最终的拍板者？这一决定又能否经得起历史的审判呢？此外，日本政府口中的福311核泄漏事件发生12年来，东京电力公司依然辩解称，冷却反应堆后经过处理的海水不等于核污染水。但在2018年9月，一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抽查测试却发现，89万吨处理水中仍有80%含有超过排放标准的核污染物质。这时，东京电力公司才承认，由于2013年多核素去除设备故障，导致部分高浓度污染水混入了储水桶。处理后的污染水中仍有除氚元素之外的其他多种超标放射性物质，尤其在部分水桶中检测出了超标2万多倍的斯90，1毫升含量高达60万贝克勒尔。斯90的半衰期长达29年，人体摄入该元素后很容易在骨骼等部位堆积。创立于1951年的东京电力公司，在2011年时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企业，提供了日本约1半的核能发电量，建设了190多座电厂，在日本处于垄断地位。在雄厚的实力之余，这个行业巨头底气或许还来自于其与日本政府的暧昧关系。2011年的东京电力公司不仅是垄断日本核电的大企业，也是日本企业政治捐款的大户，而且旋转门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例如，东电前顾问石田彻便是前政府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长官。There is a mythology that's being created over these last 10 years or mor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cover fully from a triple reactor nuclear meltdown. So the time frame that's given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y 2040 to 2050, the entire Fukushima Daiichi site, the reactors, the nuclear waste, everything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site and removed from Fukushima Prefecture. There's no basis for that. They really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e Fukushima Daiichi plant over time. 那么，究竟谁在核废水处理上最有发言权呢？有观察就注意到，近些年来，日本政府高官常常召开第一核电站反应堆报废及核污水对策小组会议，探讨核污水处理问题。
这个小组的成员通常是经济产业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环境大臣、复兴大臣、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等。据每日新闻报道，此次做出排放入海决策的正是这个废炉与污染水对策阁僚会议。今年3月9号，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具体排海时间将由他亲自决定。关于存在反对排海的声音，岸田文雄回应称，即便如此也不能延期。他还称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何时开始排放。据悉，岸田文雄是在3月8号接受福岛民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实现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和福岛的复兴，处理核污染水是不能拖延的课题。具体的排海工作会在今年的春季到夏季期间开始进行。他还称，将继续推进多种措施，以争取得到渔业工作者的理解。报道称，在今年春季到夏季期间到来之前，能否征得国民充分理解的前景不明朗，所以最终需要岸田作为首相从政治角度做出决定。东京电力公司的问题，其实，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呢，在这么几十年来，在日本一直是饱受诟病，尤其是2011年311之后在这个数据的瞒报啊等等方面，可能大家都在质疑，日本国内的民众也在质疑。您对东电是怎么来评论？从1962年起，东电就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日本政府官员退休以后到那去任职，有的做总经理，有的做副社长。311东电这个核电站出事，当时的6位副社长，东电的副社长，这个其中有1个位置是专门留给这个政府退休官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东电呢，它就有点这个有恃无恐。地震呢，这是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灾害，是不可避免的，地震海啸。但是从东电的这些设施老化的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等等呢，这个不能不说明也有人为的这个人祸的这样一个因素。